干啥呀？咋的了？吓我一跳！你这，我这没有游戏，等啥时候咱买个特斯拉，咱上车上去玩去。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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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每周科学吐槽环节，一起来看一看本周又发生了哪些让人无语的事儿。如果觉得主播们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打在弹幕上啊。如果觉得主播说的没啥意思，全在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我们下面开始。在上周呢，我们为大家报道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呢，导致苹果 iPhone 14 Pro 的供应非常的延后基本上你买一个产品呢都是1个月之后才供货，而且呢在上个月购买之后呢，要到2023年才能发货。那么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呢，苹果正在着力的去改善多家媒体报道 iPhone 14的供货有望解决如果你打算买现在呢缺货已经不是理由了。但是根据瑞银分析师表示这个供货虽然将会解决，但是呢这个紧张的情况呢还是会持续到2023年就是明年。我的想法是我干脆我现在付款，到时候你直接发我个 iPhone 15得了，反正都是明年嘛。你说你今年我付钱买的你明年才给我机器，你这个我成买房子了是吧？期房，你这以后别叫 iPhone 了，叫期缝吧，好不好？好那看完了尴尬的消息再看点好消息。iOS 16的装机率短短2个月已经高达70%。此时隔壁的微软都馋哭了，是吧？微软 Windows 11发了快2年了，还不到15%呢，这到底是为啥呀？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系统的沦丧咱们一起来瞧一瞧目前在 iOS 系统这边呢，排名第一的就是 iOS 16最新的这个蓝色这条，一骑绝尘，高达70%。来问大家一下，你的系统会在第一时间升级吗？还是会等待第一时间升级的同学打一个1，等它几个月以后再说不得不升再说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70%已经升到了 iOS 16，还有20%多留在 iOS 15，你猜是为啥呢？有同学表示有可能是系统太老，它只支持到 iOS 15有可能是吧？这里呢我代表微软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苹果的系统一瞬间都升到 iOS 16了，而我们家的 Windows 11为什么就没有人升呢？那到底是为什么？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如何解答。有同学表示，那是因为你的 Windows 10太好用了所以呢大家都不愿意升级到 Windows 11。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是不是表示 iOS 15太不好用了，大家都赶紧升级到了 iOS 16呢？微软表示还有意外发现，以后就这么宣传，苹果他们家为什么升级高是因为他们之前那个系统不好用。为什么我们 Windows 升级率低是因为我们的系统太好用了。你看怎么样？微软表示明天来上班，明天你这玩意儿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事儿，是吧？上周呢，我们为大家报道了苹果的 iOS 16.2 系统最新推出了卡拉 OK 功能。现在打开苹果的 Music 里边就可以通过麦克风调节去去掉原声，改为伴奏。那么目前这项功能呢已经全量推送，市面上大量的主流 iPhone 全都可以使用这项功能了。比如说从 iPhone 11开始的，一直到 iPhone 14 Pro Max。而在 iPad 这边也有很多从 iPad 9一直到 M2 芯片的 iPad Pro。有的同学可能会奇怪，主播你上周不是已经说了这个事儿吗？就这么个问题你用得着说2周吗？还真用得着。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些年经常会有同学来问我，到底是应该买 iPad Air还是买 iPad Pro？ 同一年推出的2款产品这个价格可差挺多。主播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呢？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知道事实。大家注意看，这个 iPad Air 4它是2020年推出的，而在2020年还曾经推出了 iPad Pro。看到了吗？你问我 iPad Air 和 iPad Pro 哪一个更好？你说呢？我可没说谁好你可别瞎编。但事实已经告诉你了，2020款的 iPad Pro 不支持苹果最新的卡拉 OK 功能。别走再趴会儿吧，我这热热乎乎的。来吧，同学们，觉得 iPad Air 更好的打个1，觉得 iPad Pro 更好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来问大家一个事儿这个程序大家听说过吗？叫做轻 App。听说过的同学打个3，没听过的同学打个4。这可能有同学没听过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苹果推出的一个类似小程序的功能。它呢基本上等于不用安装，你直接在任何地方去扫那个码就可以快速调用，有一点类似我们在微信里面的小程序，但是这个是集成在苹果的 iOS 系统当中的。
用过的打个3啊，没用过的打个4，看一看同学们弹幕。从最新的消息来看呢，苹果推出的轻 App， 也就是小程序啊，其实已经上线2年的时间了。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这个开发者还有用户，他们对于这个小程序的热度都有点下降，就甚至有人说这个几乎就没什么人用。大家觉得是为什么呢？看一看同学们弹幕啊，你觉得为什么苹果推什么都行啊，就唯独推这个小程序有点推不动？有同学说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同学说，我买不起 iPhone， 所以我用不了你的这个苹果小程序啊，我这完全无法反驳。您说的对啊，我完全无法反驳。还有什么？还有同学表示，因为安卓手机啊装不上 iOS 系统，所以呢，广大安卓手机就用不了你苹果的小程序。这是说到根儿上了。苹果的开发人员，你们听一听，原因就在这儿呢。苹果，你要想提高 iOS 小程序的使用率，很简单，你只需要给广大的安卓手机安装上你们家的 iOS 系统就可以了。大家觉得我这波想法怎么样？觉得厉害的同学可以打1波6。库克表示，我栓 Q 我。来看华为的消息。那么我们知道，目前呢，华为在市面上销售的产品啊，是有2个处理器混用的。一边呢是早前的麒麟处理器，一边呢是后来的骁龙处理器。那之前呢也有很多同学来提问啊，说同样一个型号，有的时候它既有麒麟也有骁龙，主播我应该买哪一个处理器呢？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要买华为的手机，同时2个处理器情况，买麒麟处理器的版本打个1，买骁龙处理器版本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应该选哪一个版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条新闻啊。首先呢，最新的消息，各大网站报道啊，说华为 P50 Pro 的麒麟版获得了鸿蒙 3.0 的新版本推送，而且呢增加了一些新特性。这里边特别强调的是麒麟版，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推送啊，我这边也只是看这个网站的说法，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2个不同的版本，它所收到的系统版本推送可能进度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呢，他们同样的版本在电商销售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呢，要想看哪个更好，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你说咱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二手的华为手机，它们的保值率如何？是麒麟的保值率更高，还是骁龙的保值率更高？来问大家一下，你猜麒麟处理器的版本更值钱，打个1；你猜骁龙的版本保值率更高，打一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问我也不知道，咱们直接去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二手板块。注意看，这边是 P50 的骁龙处理器版本，二手手机啊写得很清楚，39、37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我这也是随便搜，截了个图。然后咱们来看麒麟版本，你猜是多少钱？3、2、1，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嚣，注意看这个 P50 麒麟9000处理器的版本，二手手机44、47、45，各大电商随时你可以自己搜索查看。我可没说麒麟骁龙哪个不保值，你可别瞎编，我只是给你截图呈现一下。不知道你猜对了吗？如果猜对，同学可以打个6。来看小米，在刚刚发布的小米13系列发布会上面呢，雷军提出了小米新的口号：体验为先，全面对标 iPhone。对标 iPhone 的决心和勇气，大家觉得这个 slogan 满分100分，你打几分呢？产品怎么样啊？大家可以看详细的测试。slogan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小米这话说的还挺客气，对标嘛，对不对？他没说领先，是吧？啊，继续啊，这个小米这次发布会上面呢，其实提到很多事儿啊。这个硬件产品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详细测试视频，在科技美学的频道就有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是MIUI 14系统。这次呢，MIUI 推出了叫剃刀计划。MIUI 14啊，固件精简23%，把大量的原来的不可卸载应用呢，全都变成了可卸载应用啊。你可以删除了。我觉得呢，这还是个挺好的事情。大家回忆一下，我每次开箱的时候，都会仔细去和大家一起查一查系统里边内置了多少个第三方程序啊，那都占咱的资源是吧？咱都要查一查。现在呢，小米表示，除了常规必须得用的这几个之外啊，其他的你都可以删，我觉得挺好。假如说真能引起这么一波风潮的话，那么各大厂商全都删，对吧？你们比点这好的事儿是吧？你比谁装的少，这才是干正事儿。无独有偶啊，我们看刚刚发布的努比亚 MyOS 13啊，也表示我们要更快、更好看，并且最重要的是挑战全网广告最少的手机。我们家 MyOS 隔壁家 H***OS 和 M***UI， 他可没说华为和小米啊，他就说这个 OS 和 UI， 然后列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系统应用啊，全都有各种各样的广告。我们家全没有，
12月19号，到时候看发布会咱们再说。甭管是真是假，我觉得他敢这么说就是个好事儿，对吧？你各家别老比我这个功能多，其实是广告多。你比一比谁啊预装程序少。来吧，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未来其他厂商会跟进这种行为吗？觉得会打个1啊，觉得不可能，还是按照以前一样装一大堆的程序打一杠。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好了，那手机厂商看完啊，接下来看一看咱们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咱们呢还是这样啊，咱们不应该总是去批评这些互联网巨头啊，咱们一定要报道一些他们比较好的一些方面，要不然咱这个广告费上哪收去啊？另外，你们在屏幕还有这个弹幕里头，也不要总是鼓捣主播说你去吐槽那个谁，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这样我接不到广告，这样不好，都注意点啊，都注意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表扬各大互联网巨头。来看这边啊，有一个全新的好消息，爱奇艺连续包月涨价到25元每月了，怎么样？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爱奇艺黄金 VIP 啊，看各种各样的优质自制剧集、版权电视剧，连续包月仅需25元，全国人民喜迎涨价呀！来吧，同学们，平常你看各大视频网站啊，你充会员吧，你一个月充多少钱会员？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有同学说这也不是好消息啊，这涨价怎么还是好消息的？注意啊，我们这个是专享会员啊，有不少内容呢，你只能在手机端观看，你还不能投屏到电视上去的。有同学说你不是要夸这些互联网巨头吗？你都夸呀，你怎么不夸呢？咱们夸咱就认真夸，对不对？你们不要总吐槽我们视频网站，对吧？我们视频网站给你们整了这么多优质的内容，你们有啥吐槽的，对不对？虽然我们资源少，但是我们广告多呀；虽然我们码率低，但是我们价格高啊，对吧？虽然我们内容有阉割，但是我们有 gig 呀，对吧？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啊？老在这吐槽个什么玩意儿呢？你们，我说的可不是爱奇艺啊，我回头别把我封了。我说的是所有的视频网站，这直播正常吧？咱不能老去吐槽爱奇艺啊，换一个。再来一个好消息 ，QQ 音乐啊突破音质上限，将会为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QQ 音乐呢上线了很多独家专区，比如说杜比全景声专区，在这个专区里边你能听到很多独家的音乐，提供你全新的视听体验。还有目前呢 QQ 音乐呢只要充会员啊，超级会员就可以独享高品质音频，名字叫做真品音质 2.0， 啥意思呢？下边是正常听歌的，上边呢还有标准品质，这是充会员的啊。HQ 高品质，这还是会员，在上方是有 Super 超级会员，给你真品音质 2.0， 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真品音质 2.0 啊，是用 AI 技术还原甚至超越母带的感觉。大家看到现在我们这个听一首歌啊，你可以有微云文件标准品质、高品质、无损品质、真品全景声、真品音质 2.0 6大音质选择。来问大家一下，平常你听歌是哪一档啊？1、2、3、4、5、6啊，你一般是哪一档？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什么叫 SSS VIP 的意思就是普通人你只能听最下边一档，我 SSSSS VIP 我可以听6档音乐。大家觉得6的话可以打一波6啊。但这个我应该是享受不了啊！像我这种选择困难症的同学，一看这么多选择，那我压根儿就崩溃了，是吧？但是呢也有好处啊，像我要没钱的话，那我就不用选了，是吧？你只有下边这一档音质，这最简单了。没钱治好了我的选择困难症，音质跟着会员走。未来再出一个超 SSSSS VIP 的话，那这个音质还能再提升一步，让我有点怀疑，你说这个音质它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万众期待的 RTX 40系显卡呀，又有新成员 RTX 4070 Ti 曝光，其中一项性能啊，相比较于上一代的3070 Ti 快了要接近50%，怎么样？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良心呢？来看外媒的测试，这是4070 Ti 绿色的这个，最下方呢是3070 Ti 啊，你看这个绿色这个部分啊，相对于这个3070 Ti 确实提升了不少。如果觉得英伟达的良心是100分，3070 Ti 可以打几分？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我想说呀，你们不要总去吐槽英伟达，人家新产品相比较于上一代性能提升了50%，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还成天老吐槽人家，你这样好吗？这样不好，对不对？我们不光性能提升了50%，我们价格还提升了200%呢。这么一看，是不是就更良心了？看一下同学弹幕啊，同学说你不要老去吐槽。应该按照同样价格来比较，咱们等比除一下，那就等于性能和去年一样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今年同样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和去年一模一样的性能，那你这一年都干啥了呀？我这数学没算错吧？
大家发没发现我这整这科学吐槽这2年数学功底是与日俱增？我没算错吧？看完了数码圈子，来看新能源汽车圈子了啊！这个界面大家不陌生，异形方向盘，这是特斯拉的车机，有什么特别的呀？看这儿。这可不是放小电影的啊，这是特斯拉全新界面。目前最新消息显示呢，特斯拉已经在自家的车机上面引入了 Steam 商店，以后啊，开特斯拉就可以直接在汽车里边玩 Steam 游戏了。最新消息显示呢，特斯拉车机兼容主流无线控制手柄，你可以在任何的座位啊都畅享游戏。目前呢，登陆的游戏包括《53狂猎》、《赛博朋克2077》等一众大作。这波操作满分100，大家打个分数吧。你打几分呢？主播怎么评价啊？很简单 ，Steam 游戏登录特斯拉车机，我买你这特斯拉车就是为了玩你这个游戏，可以啊，可以。那么作为一代全新的次世代主机呢，外媒还将特斯拉游戏机啊和众多的厂商进行了比较。对比了各大厂商的游戏机，其中呢某些参数啊，特斯拉的车机能力还真不弱，甚至呢对比 Xbox 也不落下风。但是呢有一个环节稍微有点弱啊，你看其他厂商这都是499、399美元，特斯拉这游戏机呢是79、990美元，你这行吧？以后咱们就可以边开车边玩游戏了。你说这？哎呀，这以后堵车的时候就不会闲着无聊了，是吧？可以玩会儿游戏，那会不会变得更堵啊？说以后下班不回家了啊，就在车里玩游戏，省着回家还得吵架。可以。我也要跟马斯克道歉，马斯克才是真正了解男人的需求。对不对？你看这是吧？回家还得做饭干家务，你就坐车里玩游戏得了。来吧，同学们，大家还希望在特斯拉的车机里面增加什么功能？可以打在弹幕上。特斯拉呢，官方宣传这项功能的时候啊，还表示我们特斯拉的车机采用的是强大的 AMD 处理器，我们的性能非常强劲，甚至媲美当前的 PS5 主机。干啥呀？咋的了？吓我一跳！你这我这没有游戏，等啥时候咱买个特斯拉，咱上车上去玩去。好，那我们继续啊。有同学会说，你这哗众取宠吧？你一个车机能有多大的容量啊？咱们现在这些3A 游戏动辄上百 G， 对吧？你不整个大容量硬盘能玩得了游戏吗？特斯拉也想到这个功能了，所以呢，目前在它的官方网店呢已经上线了1TB 的固态硬盘，目前价格呢是350。哎呀，这固态硬盘我不是很了解，我也不知道这个价格贵不贵。那我觉得呢，咱们可以参考一下第三方的硬盘，再来反推一下，就知道它这个价格了啊。350这现在已经上架了。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各大电商的价格，这边都是1TB 的固态啊，西数的520，闪迪的650，三星的690。哎，你这么一看，特斯拉的固态硬盘还是挺便宜的嘛，才350啊。它可以存储所有内容，从特斯拉街机游戏到行车记录仪的镜头都可以。我们的固态硬盘呢，针对游戏进行了优化，支持 Steam 游戏。那你看这么一看的话，我觉得特斯拉这个硬盘还是非常良心的。所以你们不要老吐槽这个特斯拉贵，一个硬盘才350，是不是？是回馈老用户吗？啊，美元啊，那没事，那没事，美元呢？哎，那怎么不买个笔记本放车上呢？下一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这个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啊，削减成本啊，因为这个确实花费太多了。目前呢，由于成本太高，马斯克呢已被曝暂停支付推特大楼的租金，没钱了。可以。大家觉得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觉得是好事打个1啊，觉得是坏事打个2。看一下啊，同学们的弹幕，我劝你们慎重啊，你想好了再打。我觉得是好事儿，交不起大楼租金，为什么呢？咱主播不是瞎编啊，你听听有没有道理？3流企业卖产品，2流企业卖概念，1流企业卖大楼。特斯拉要做1流企业，那就得卖大楼。可以啊，可以。另外呢，我觉得马斯克啊，他这是在下一步大棋。为什么？大家回忆一下，过去这些天，马斯克呢进了推特，裁员75%，数千人先裁掉，剩下这些人啊，又是996、007，在家住单位，对不对？现在单位也给你扒了，不让你住单位了，目的是干啥呀？目的是让你居家办公。什么叫为员工考虑的好老板呢？如果你也被感动了可以打1波6。最近看弹幕啊，经常有同学说手机圈没什么意思，翻来覆去就这几个品牌，没有新鲜血液。别着急，马上就要来了啊！为什么呢？你看现在造车的巨头那是一家挨一家，他们都要来造手机了。
蔚来汽车李斌表示，如果你1年内要换手机的话，你没必要，你等我们的手机。如果你是安卓用户，那你更没必要了，你就等我们蔚来手机吧。目前呢，蔚来汽车已经新增了移动端的设备终端销售业务，为手机做准备，预计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要来了。大家猜一下吧，你觉得蔚来手机它卖多少钱呢？起售价多少？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啊。上周咱们报道了马斯克的要造的手机咱们给起个名叫马蜂。这回蔚来手机也要来了，不如就叫微风。说起新势力汽车的名字咱们国内一下子涌现出了这么多的车企，大家觉得哪一家车企的名字起得最好听？你可以打在弹幕上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你觉得谁的名字最好听？来主播给你答案，绝对贴切，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法拉第蔚来贾跃亭贾总的法拉第蔚来是我觉得名字起得最好的为什么呢？最新消息显示法拉第蔚来呢，这个车又推迟交付了，1年推1年，年年都在表示马上就要交付了未来就要交付了。大家觉得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非常的贴切？你问我们车什么时候交付，我告诉你未来就要交付。我说谎了吗？我骗你了吗？对吧？我从来不给你画大饼，我直接告诉你未来。看一下同学们怎么评价法拉第蔚来这个造型，满分100，你打几分啊？看这个外观。有同学说你这手工造也给造出来了，确实这年头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呢，我觉得他这应该不是手工造的。为啥呢？贾老板如果去找手工梗，那手工早就造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手工的它应该比手工还复杂，是吧？下周回国，下月量产，明年交付。那我下次一定，你们可不能下次一定你们可不能下次一定。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请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你下周大概率就看不到我们了。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这是谁掉的硬币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又到了上电视的时间。上周咱们给大家介绍了马斯克要推出特斯拉手机。马斯克要出手机大家给这个马斯克的手机起一个名字吧。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上周呢，我是觉得马斯克嘛，那不如就叫马蜂。后来留言有同学表示这主播没文化马斯克他也不姓马呀。马斯克英文原名叫做埃隆·马斯克，所以他姓埃应该叫 iPhone。还是您有文化。还有同学表示不应该叫创始人的名字，应该把特斯拉的名字放进去。特斯拉就叫拉凤吗？跟各位金主爸爸们拜拜拜拜拜拜。